最后，我们这个单元来谈一下爱情与择偶这算是我们人际关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至少在美国的研究1967年，距今差不多已经半个世纪之前了，有一项调查问男生跟女生，如果说你有一个这样的对象他的所有其他的这些特质都是合乎你的期待或者说你所希望的，可是你如果不爱对方的话，那你会不会跟他结婚当这个问题就问到当时1967年的男性的时候，大约有2/3说会就是有65%说没关系，即便我没有这个爱情做基础呢，这个也可以成为我这个婚姻择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女性呢，大概有24%所以会比较保守一点，认为说爱情还是很重要。有趣的是我们把时间往前快速的这个来到1984年大约20年之后那么同样的提出这个问题，再去问1984年的男生跟女生的时候男生跟女生同样的有85%的比例说 no， 我就不会去接受说一个没有爱情做基础的这个婚姻这是非常有趣的那我们如果再把时间快转到现在2019年，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如果有一位异性拥有所有吸引你的这些其他的特质，但是你如果不爱他的话你会和他结婚吗？我们希望各位来告诉我们你的这个意见让我们来对现代的男女的婚姻观做一点点的这个调查。你可以点击我们在这个荧幕下方的这个网址的这个连结来提出你的看法那么为什么我们当有爱情然后会想要去择偶或者是进入婚姻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进入这个择偶或者婚姻的关系其实有了爱情之后它更促成我们一个动机，就是说能够借由这个爱情还有择偶来达到自我的一个拓展自我的一个拓展。也就是说我的经验也好，我的兴趣也好，我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好，因为有了这个其他我所爱的人之后，它其实可以得到一个 self expansion 所以我们跟另外一个伴侣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它可以增加我们潜在的能力跟我们这些这个资源这个讲起来好像听起来有点好像自利或者自私而已但这是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因为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就是有研究显示当你进入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个坠入爱河或者是有亲密的关系的之后你对自我的这个描述它的多样性会增加那多样性怎么来的？你原来是这样的描述，但是现在在描述自己的时候，因为有了这个额外的这种爱情的关系会变得更多元更多样。很可能就是你把对方的这些特质，对方的兴趣，以前你可能不会去过问，不会去想要知道，都会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爱情的关系变成你的这个一部分这也很像是很有名的这个歌叫做你侬我侬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个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亲密的他人之后，会跟自己会融合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会不但是 fuse， 而且甚至会 confuse 就是说你可能你我都不分了到了这个水乳交融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它所显示的就是说从一开始我是我，对方是对方，完全是两个独立的这个个体。那么在建立这个情感然后亲密的关系，最后变成爱情的伴侣，甚至变成最后婚姻的这个配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两个这个 self 跟 other 它重叠的部分呢就会越来越大，就达到了这种所谓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原来这两句话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它的出处它原来是元朝的也算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管道生她写的这个吻龙词在我们那个年代呢，这一首吻龙词也就被谱成了一个非常
非常流行的，算是情歌吧哈。任何有这个表达情意的机会啊，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哈。那原来袁道森之所以会写这首《我农词》啊，据说是他的先生哈，这个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哈，那么年纪半百哈，想要纳妾哈。那管道生这位夫人呢很有智慧哈，她也不吭声，也不去抗议，也不去抱怨，或者说做任何很激烈的这个举动，而是写了一首非常漂亮、这个很有感情的这个词哈。那么赵孟頫看了之后呢，据说呢就打消了这个纳妾的念头哈。那么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家在看待这个所谓爱情跟择偶的关系中，大概可以去做一些分类哈。其中一种是说叫我们称之为 passionate love， 就是热情式的哈，或者是很狂热的。它被定义为就是说在情绪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状态哈，所以同时温柔跟这种彼此之间相互吸引的性的这个吸引的感觉共存，然后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亢奋，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那么焦虑跟这种所谓释放，还有这个所谓利他跟这种嫉妒，就这种正的跟负的非常极端的情绪，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强有的弱，有的正有的负，这种共存着强烈的这种感受的这种爱情的形式，称之为 passionate love 啊。那另外一种呢，我们称之为 companionly love。companion 就是从这个字，顾名思义啊，它比较强调的是彼此作为伴侣哈，那么经常的、持续性的、永续的维持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这样一种爱情的形式哈。也就是说我们会对对方感觉到我跟他是几乎是水乳交融哈。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情关系是表现在相互的信任、相互的包容、相互的照顾，然后不管对方是好的或不好的，我们都能够接纳哈。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温暖的、很有感情、很有温馨的感觉哈。也许不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热情的这种情感的这个形式。所以大家可能也能够体验得到，就是说这种热情式的爱情，对于刚开始坠入情网的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要让他能够这个爱情跟关系能够持续、能够永久、永续经营的话，那恐怕是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有这种companionate 的这个 love 啊。那么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爱情三元论哈。这是当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 Robert Sternberg 哈，他所提出来的哈。他说呢，这个爱情呢有3个重要的元素，一个就是亲密感哈，这是比较情绪性的，能够分享你自己的感受、你的经验，跟对方分享你的这种亲密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激情哈，这包括性上面的吸引力，还有说你觉得自己坠入在一种比较浪漫的、强烈的感受的这样一种关系。第3个是一个比较认知的所谓 commitment， 就是承诺的这样的因素哈。那我们从这个3个因素哈，用一个三角形的方式来展现它的所谓三元论，因为这每一个成分都可以有高跟低，所以这个3个三角形的3个角落哈分别就是代表说，你的亲密度很高，或者是你的 passion 很高，或者是你的只有 commitment 哈。那就分别代表如果只是觉得亲密，但是没有 passion 跟着 commitment， 这个只叫做喜欢。那如果只有 passion， 因为没有其他的2个元素这叫做一种迷恋哈。那如果说只有承诺，而其他这种亲密感跟这种热情都消失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空虚的这个 love 哈。那么另外还有所谓 romantic love， 还有这个fatuous love 跟这个 companion love， 就是介于这3个元素之间，如果有其中的2个元素存在的话，这是代表着不同形态的爱情的关系。那大概最圆满的是中间这个 consummate love 哈，就是既有亲密关系，又有热情，还有这个承诺。那如果说这3者兼不具备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non love 哈。我们看到这个泡泡呢破坏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在这边我们也想请同学来分享一下哈你自己是不是现在在一种跟另外一位异性有这个情感的关系，或是你对于爱情的期待是这8种的爱情形态的哪一种？
不管是你个人的，或者说你所知道的啊，不妨来分享一下。那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演化心理学的这个观点哈。演化心理学呢，大概会是从演化生存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说男跟女他们在择偶的这个策略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考量。因为从演化的观点呢，大概要考虑几个所谓重要的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众多竞争者之间赢得你的伴侣然后这个伴侣是准备可以帮助你来繁殖下一个代。那第二就是说选择到这个最好的能够最具备这种繁殖后代的潜能的这个伴侣成为你的这个伙伴再来就是说你要能够采取一定的社会的或者是有关于性方面的这个行为来达到这个所谓受孕的这个目标再来就是你要防止你的伴侣他有移情别恋或者是抛弃你的这样的这种可能性。最后呢，就是要确定你所选择的产生的这个子嗣它能够继续的活存下去，而且也够继续的繁衍你的后代。那从这些不同点的这个出发来去考虑男性跟女性就会不太一样。男性可能就会比较选择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他达到择偶然后繁衍后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女性的这个择偶的这个考量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具有这个资源，然后能够稳定的提供这个资源，让它产生的子嗣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大概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心目中会回想起说，好像男生在找的这个伴侣的时候想的这些条件，跟女性在选择男性的伴侣择偶的条件会有一些差异呢？